好，那今天来介绍林波。林波去年我就想介绍了，可是又要刚好它开花，又要我刚好有空，真的是很难搭得上。那所以去年就拍了一个切果实，还有一个简易介绍的影片。今年想说，终究是要把它给完成的。好，那林波的花呢，就是现在一般看到的样子。一般的花，林波的花是这样子。那我之前有拍一个这个盛开样子的照片，对，给大家参考。好，那基本上都是同一颗啦。然后林波的花外面有刺，这个刺说硬不硬，说软也不软。那人这要刺的话，还是可以刺到人。那如果要授粉的话，需要2颗。那2颗。如果你授粉有成功，或者是没有成功，你都要等大概1个礼拜多，因为它凋谢之后呢，可能还是需要1个礼拜左右。如果没有成功，它就会掉下来。所以我说我前天刚授粉，还不知道成不成功。然后呢，这一颗是跟隔壁的这一颗授粉的。那一般林波是需要异花授粉。这有一只蜘蛛。好，好，你可以发现这个短刺的林波，它的花特别小，对，那感觉有点像这个石化的，但是 anyway， 它的花粉也特别少，然后种子特别小颗。林波一般需要异花授粉，但偶尔也会这个可以自花吧。好，那。讲到种子呢，左边这边是正常林波的种子，你可以看到它有种脊，然后表皮的质感是这样，然后大小大概是3 mini 乘以2 mini。左边比较大颗是正常林波的种子。然后右边这个是比较小的，是短刺林波的种子，所以林波的种子还是个体有点差异。然后它这个形状比较固定，这边这个形状就比较圆一点，对，还是有点不一样，但基本特征还是都在，给大家参考。OK， 林波呢，这个有很多园艺种，有狂刺的，就是卷刺的个体，然后呢也有无刺，或者是像我这个极短刺的个体，对，然后也有刺做石化的，也有刺做缀化的。也有正常缀化的，也有短刺缀化的，或者无刺缀化的，然后还有白花的林波，然后还有割刺的林波。那割刺有割2个刺，所谓的割刺就是这个中刺，这中刺分叉成一般林波都是一个中刺，然后长或短。那割刺的呢，就是这里变成2根，同一根变2根。或者是有时候割成3根，所以叫割刺。然后也有叫剑锋林波，剑锋林波就是中刺，这根中刺特别长，我记得有这么长的。南哥它的剑锋林波真的是非常长。好，那割刺的话呢，这个是短的，可是割刺就是这个本来只有1根，那这个只有1根中刺，有没有？然后变成2根，这样。好，这就是割刺。我来看一下我的笔记好了。林波学名是这样 Echinocactus. Echinocactus.
Texensis. Texensis. 然后英文很有趣哦，这个英文书名叫 Horse Crippler。Cripple 就是这个跛脚吗？死跛脚。然后 Crippler 就是让马可以跛脚的人，英文书名。所以呢，这个怎么讲？凌波的刺非常的硬，所以如果你的脚啊在原生地踩到的话，更应该会哀哀叫啊，更应该会刺穿啊，所以硬到可以让马这个变跛脚。好，那这个原本是这个凌波属。然后，但1996年之后呢，被归类到金狐这一属里面。好，然后这个凌波非常的强健啊，这个在原产地分布很广，从美国的这个西墨西哥州、奥克拉荷马州，然后延伸到墨西哥境内，我记得有好几个州都有分布。然后因为分布这么广呢，好像有到奇华华沙漠。对，然后生长在沙漠的平地、草原、灌木丛等环境，分布这么广，那这一定是一个很强健的品种。对，然后明显中刺，然后偏红色，就是我这一颗，也就是正常的颜色，这样偏暗红色了。对，好，然后园艺的有这样，学名就是狂刺，学名。CV 就是 cultivator 园艺选拔，有无刺的、醉化、刺座石化，然后这个白花凌波真的蛮酷的。我刚好有1颗呀，有4颗。那白花凌波它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刺比较偏黄。如果没有开花的啊，刺比较偏黄，比较一下。好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凌波啊，这样，刚刚有讲嘿。然后这个学名是石化的学名是这样，然后一般来说是单头啦，可以长到30公分大。然后如果它长侧芽的话，它 OK。好，这个是多大呢？这是5公分的短尺。好，我这一颗大概是不到接近15公分，对，这样。好，接近15公分，所以凌波可以长大到30公分，所以我这个到现在15公分左右都还没有长侧芽。它侧芽会从刺座的这里。有可能是从这里到中间段都会长侧芽，对，好，然后可以到30公分、20公分高，所以它即使它长到了很大，它还是会大致上成球形，对，生长速度不慢，但其实也不快，因为你可能种的时候觉得不会太慢，可是要到很大之后才会开花。我之前有一盆可能8、9公分就有开花了，但是一般来说可能要4公分或以上才有机会开花，所以其实要种到那么大是蛮久的。对，然后须伊华授粉，春天夏天开花，花苞有外刺，刚刚有看到了粉红色的花，然后有白花的个体，这个有附照片，花大概5到6公分。授粉成功后，一般是绿色的，然后成熟之后就会膨大，变成红色。对，然后这个生长季是春夏，根系很旺盛。我们来猜一下我的这一颗，的，如果你仔细看的话，这个土啊都很久了。然后根也都很老化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来把它换盆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根系。好，那我们先换盆之前呢，要先把这个盆子
拍打一圈，让它松一松。好，那我现在来换盆。非常大颗，基本上呢，我已经不想要再用比这个更大的盆子来种它了，所以我应该就是把下面的土啊、根啊弄拨一拨，然后再重新种回去。看，这个根系是蛮旺盛的，对，所以你换盆的话，它才会这个什么。长大的速度才会比较快啦，对。那这个非常的强健，凌波只要你稳根的话，你在生长季的时候，只要它表土干了，你浇水是 OK 的。然后或者是如果你要虐待它，你2个礼拜、3个礼拜再浇一次水也没有问题，只是说它就是会没有长得那么快。然后这个。所以浇水不会特别严苛，然后也不会特别那个，但是就是干湿循环会比较建议一点。对，那凌波呢？如果你没有遮阳照顾它的话，如果这次都是遮阳照顾，对，就是遮比较多，这个大概遮50%的样子。对，看起来就是绿绿的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让它太阳晒的。这个在太阳下直晒啊，就很容易这样子白白的。对，说晒伤也不能说是晒伤，但是就是你看了会觉得好像晒伤，然后不太舒服。但它其实也是会生长，所以这个我就是放的地方太糙了。对，所以就给大家建议，就是你遮阳比较多，可能对凌波的外观观赏性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就像绿绿的这。那如果你遮的比较少，就会长成这样子，灰白白的这样子。嘿，好，那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好，今天介绍凌波到就是这样子啦。OK， 拜，我来换盆了，拜拜。